1986年 Oracle 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已成长为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也在9月的一天问鼎全球首富。Oracle 的成功标志着关系型数据库进入了商业化主流。大家好，我是 Roy， 欢迎收看数据库发展史第2集。本集将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系型数据库的工业化要素，第二部分是 DB2、Oracle、Symebase、SQL Server 等商业化产品，第三部分是 Postgres 和 MySQL。是选择最先进的开源数据库还是最流行的？这是个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先从工业化的3要素讲起。1970年关系模型的提出让数据库迎来了新的方向，但要真正支撑企业级应用，还需要经历一整套工业化的过程。在1980到1990年代，这一过程逐渐完成，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SAID45、SQL 标准化以及索引和优化器。关系模型的核心价值是让数据库能够安全地管理共享数据。在企业环境中，这意味着数据必须完整、正确，并且保持一致。为实现这一点，数据库在工业化过程中确立了一套关键机制，即 SAID45。所谓 SAID 包括4个方面：原子性，事务中的操作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比如银行转账、扣钱和加钱必须同时完成；一致性，事务执行前后，数据库状态始终符合约束，不会出现资金凭空消失或增加；隔离性，并发事务相互独立，即使多人同时转账，结果也不会相互干扰；持久性，一旦事务提交，结果就不会丢失，即使系统宕机，重启后仍然能恢复。SAID 的实现依赖日志、检查点和分布式协议来确保事务可靠执行，并发控制则从2阶段锁逐步演进到多版本机制，使数据库在保障安全性的同时，能够支撑大规模并发应用。如果说 SAID 解决了数据库能否安全使用的问题，那么 SQL 标准化解决的就是能否普遍使用的问题。SQL 起源于 IBM 的 System R 项目，它采用接近自然语言的语法，显著降低了数据库查询的门槛。相比当时的 QUEL 等竞争语言， SQL 更直观，也更容易推广。在1980年代， ANSI 和 ISO 开始推动 SQL 的标准化。SQL 的标准化从1986年开始，经过 SQL 92的普及，再到1999和2003的扩展，逐渐形成了大家都在用的通用语言体系。标准化带来了2个重要结果：第一，应用可以在不同数据库之间迁移；第二，数据库的生态也在逐步完善，从 BI 和报表到各类 ETL 工具，都能够通过 SQL 和不同系统进行交互。与此同时，各厂商也发展了自己的扩展语言 ，Oracle 的 PL-SQL、微软的 T-SQL， 在标准之外加入了存储过程、触发器等功能，标准和方言并存的局面也一直延续至今。关系型数据库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性能，如果每次查询都要全表扫描，系统将难以支持企业级应用，而索引和优化器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索引显著提升了数据库检索效率。B 数适合范围查询和排序，后来发展为 B 加数。合理的索引能让查询从分钟缩短到毫秒，但索引过多会拖慢写入，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索引就像一本书的目录，通过目录我们可以快速定位内容。优化器的出现让 SQL 真正成为声明式语言，用户只需描述要什么，至于怎么做，由数据库自动决定。优化器经历了从基于规则的简单选择，到 System R 引入的代价优化器，再到1990年代支持并发执行的方案，不断提升复杂查询的效率。回到 IBM， 虽然科德在1970年就提出了关系模型，但当时 IBM 靠 IMS 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立刻推动新方向。直到1974年，科德才主导设计了 System R， 把关系模型变成了可运行的原型。System R 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 SQL 语言，后来发展为关系数据库的标准查询语言。1983年 IBM 正式发布 DB2， 名字寓意第2代数据库，与 IBM 自家的 IMS 也就是第1代程式型数据库相对应。DB2 延续至 System R 项目的研究成果，是第一个在大型机上广泛应用、严格遵循 SQL 标准的商用数据库。在市场上 DB2 几乎与 IBM 大型机绑定销售，主要客户是银行、电信和政府，清算系统和账务平台都依赖它来保证资金不出错。1980到1990年代 ，DB2 几乎是大型机数据库的代名词。但它的局限也很突出，高昂的成本和紧密的硬件绑定让中小企业望而却步。随着工作站和小型机的普及，这种封闭生态虽巩固了高端市场，却也错失了新兴市场的机会。1977年，拉里·埃里森受到科德论文的启发，与2位合伙人共同出资$2000，创立了软件发展实验室，后改名为 Oracle。
Oracle 的第一份合同来自美国中情局，有人把这个合同归结为艾利森的忽悠本领，但更关键的原因是 CIA 当时急需高效的数据处理方案， IBM 当时依旧专注于 IMS 这棵摇钱树，对关系模型兴致不高。正是在这个空档 Oracle 抓住了机会。1979年 Oracle 推出了 Oracle V2 的版本，名字直接跳过 V1 以营造成熟感。这是第一个真正投放市场的商用关系型数据库，比 IBM 更早进入商业化赛道。Oracle 的一个核心选择是跨平台，它不仅能运行在 VAX， 还能部署在 Unix， 后来甚至支持 Windows。这和 IBM DB2 深度绑定大型机的路线完全不同，也让 Oracle 能在小型机和工作站的兴起中迅速扩张。在并发控制和事务管理上 ，Oracle 率先把关系型数据库带入商用环境，支持多用户并发和分布式事务，并采用2阶段提交来保证一致性。Oracle 提出了表空间概念，使数据存储与管理更灵活。在查询上引入成本优化器，取代早期的规则优化，使执行计划能够按照统计信息自动选择路径。进入1990年代 ，Oracle 推出了并行服务器 OPS， 后发展为著名的 RIC 集群。赋予数据库高可用和横向扩展能力。凭借这些创新 ，Oracle 能够支撑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的高强度应用。1986年3月12日 ，Oracle 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上市当天达到 2.7 亿美元。仅仅1天后，微软也完成上市，市值高达7亿美元，远超 Oracle。这让艾利森对微软心怀不满，也埋下了日后2家公司长期竞争的伏笔。既生瑜，何生亮啊！凭借跨平台优势和重量级客户背书 ，Oracle 在90年代迅速扩张，从数据库延伸到 ERP、CRM 等企业应用。频繁迭代和高昂价格虽饱受批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的扩张。到90年代末 ，Oracle 已经从一家数据库公司成长为全球性的企业软件巨头。在1980年代中后期，除了 IBM 和 Oracle， 又出现了一位重要玩家 Symbiose。Symbiose 成立于1984年，定位在 Unix 工作站和服务器市场。随着小型机和工作站的普及，这一策略切合了当时的需求。Symbiose 最大的贡献是提出 CS 架构，也就是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数据库核心运行在服务器端，客户端应用通过接口远程访问。这种模式后来成为企业应用的标准。Symbiose 在并发处理、事务日志和锁机制方面表现突出，因此在金融、电信等行业迅速崛起。微软的 SQL Server 就是从 Symbiose 合作开始的。1987年，微软希望在 Windows 平台建立企业级数据库，于是和 Symbiose 合作，把其技术移植到 Windows 上，这就是 SQL Server 1.0。早期的 SQL Server本质上就是 Symbiose 的产品在 Windows 上的版本。依托微软的推广 ，SQL Server 在中小企业市场迅速站稳脚跟。相比 Oracle， 它对 Windows 平台支持更自然，部署和管理也更加方便。但2家公司很快出现分歧，微软希望完全掌控产品，而 Symbiose 坚持 Unix 路线。1993年，双方正式分道扬镳。此后，微软独立发展 SQL Server， 不断迭代，逐渐成长为与 Oracle DB2 并列的主流数据库，而 Symbiose 的市场份额则逐步被蚕食。最终在2010年被 SAP 收购。在1980年代数据库的竞争中，除了 IBM、Oracle、Symbiose， 还有一家后来者一度成为市场前3，那就是 Informix。它由罗杰·希珀尔于1980年创立，最初就瞄准 Unix 平台，提供高性能的关系型数据库。Informix 的一大优势是支持嵌入式 SQL， 开发者能在 C 或 C++ 中直接编写查询，并结合多力度锁机制，在行级和业绩之间灵活切换。与此同时，它还具备对象关系扩展，能够处理多媒体、地理信息等复杂数据类型。凭借这些优势 ，Informix 在1990年代快速崛起，一度超过 Symbiose， 仅次于 Oracle， 成为全球第2大数据库厂商。然而产品线复杂，战略激进，收购整合不利。1997年财务丑闻爆发，高层辞职，市场信任崩塌。互联网兴起后 ，Oracle 把握住企业应用，而 Informix 未能跟上。2001年，其数据库业务被 IBM 收购。如今虽仍用于嵌入式和工业场景，但早已淡出主流。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最先进的开源关系型数据库 Postgres。Postgres 的故事要从伯克利大学说起。1970年代，在这里研究团队启动了 Ingres 项目，它不仅奠定了关系型数据库研究的学术基础，也直接影响了 Symbiose、Informix 和 SQL Server 等商业数据库。在 Ingres 之后，迈克尔·斯通布雷克认为关系模型还可以继续拓展。1986年，他发起了 Postgres 项目，名字意为 Ingres 的继任者，名字起的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类似的例子还有 C++， 怪不得有人说计算机科学只有2件难事：缓存失效和命名。
Postgres 的目标是让数据库能够处理更复杂的数据类型，比如多媒体、地理信息，甚至面向对象的扩展。在技术上 ，Postgres 有几个亮点：一是标准化，对 SQL 标准的支持比较完整，递归查询、窗口函数、对象关系扩展等特性，在商业数据库里往往要额外付费，而 Postgres 都率先开放。二是并发控制，它是开源数据库里最早实现多版本并发控制的系统。三是扩展性，允许用户定义新的数据类型、索引和函数，比如 PostGIS 扩展，让 Postgres 成为地理信息系统的首选。Postgres 率先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长期作为研究数据库理论的实验平台。进入21世纪后，它逐渐走向企业级场景，金融、电信、政府以及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始在关键系统中部署它。Postgres 早期普及度有限，但近年来在云厂商和大型企业的推动下，也越来越流行。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最流行的开源数据库 MySQL。和 Postgres 的学术气质不同， MySQL 从一开始就强调轻量和实用。1995年，瑞典公司 MySQL AB 推出了第一版 MySQL， 目标是提供一款简单易用、运行高效的关系型数据库。早期的 MySQL 采用 MyISAM 存储引擎，它速度快，实现简单，足以支撑当时以读取为主的大量互联网应用。在这一阶段，数据库更多被视为单纯的存储系统，而不是承载复杂逻辑的核心计算节点。MySQL 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的兴起，当时最流行的架构是 LAMP 架构，这套组合几乎成为2000年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标准配置。从博客、论坛到电商和社交平台， MySQL 成为互联网早期最常见的后台数据库。然而，早期的 MySQL 也存在明显不足，它缺乏事务支持，也没有完善的并发控制，在企业级场景中显得不够稳健。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代，随着 InnoDB 存储引擎的引入， MySQL 获得了完整的事务支持和更好的并发控制。从这一阶段开始， MySQL 的角色从轻量级网站数据库扩展到可以承担核心业务的数据库系统。2010年前后，阿里提出去 IOE 工程，逐步替换掉 IBM 的小型机、Oracle 的数据库以及 EMC 的存储设备。在这一过程中， MySQL 成为了核心替代方案。这一过程推动了 MySQL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大规模应用，并确立了它的地位。当然 MySQL 也有局限，在严格的事务处理和对 SQL 标准的支持上，它始终不及 Postgres， 但凭借易用、高效和低成本，它依然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受欢迎的数据库。MySQL 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波三折。2008年，它被上收购，不久之后，上又被 Oracle 收购。创始团队担心 MySQL 被边缘化，发起了分支项目MariaDB。那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呢？毕竟上的另一项核心资产 Java 在被 Oracle 接手后，就开始对谷歌长达10年的版权诉讼。虽然最终谷歌胜诉，但也不愿再依赖 Java， 转而在安卓上推广 Kotlin。至于 MariaDB 现在也是不温不火，算是 MySQL 的一个备胎，大多还是选择 MySQL。在准备这期节目时，我查阅了不少关于 Postgres 和 MySQL 的资料。让我意外的是，社区里总有人喜欢把两者对立起来，我表示不太理解，这有啥好吵的呢？爱用啥就用啥呗。真要对比，我推荐看看李海翔老师的文章，比如一无是处的 MySQL 和比较拉胯的 Postgres。本集我们回顾了关系型数据库的发展历程，从工业化阶段的关键要素到商业化产品的兴起，再到开源化的普及。随着数据规模持续扩大，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下一集我们将看到 OLTP 和 OLAP 的分化、NoSQL 的兴起以及 NewSQL 的提出和发展。我是Roy，我们下期视频见。